礼仪课上，男老师的手掌在女孩的身体上肆意游走，女孩不敢声张，选择沉默以对。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一再忍让，竟将她和妹妹相继拖入了地狱。刘田是一名16岁的农村姑娘，父亲2年前因病撒手人寰，留下她和妹妹刘鑫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同时也留下了一大笔债务。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母亲经营的水果摊。尽管日子过得辛苦，但母亲还是省吃俭用供2个孩子读书。姐妹俩先后考进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，母亲对她们都寄予厚望。可没人能料到，姐妹俩的噩梦竟从这里开始了。刘田在学习酒店礼仪时，总是会受到任课老师秦守义的格外关照。每当秦守义走到刘田的背后，他便会借着矫正姿势的名义，先是用手触摸刘田的面颊，随后顺势向下游走，由双肩下沉至腹部。尽管刘田已经意识到不对劲，可却没有出声的勇气。而秦守义没有就此收敛，继续将手掌紧紧贴在刘田的臀部。而这一刻，刘田是面如土色。秦守义的性骚扰让他苦不堪言，就连在入梦时都无法摆脱这个阴影。犹豫再三之下，刘田决定将这件事告诉母亲。然而刘母听后却是不以为然，认为礼仪课老师指导学生有肢体接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女儿有防人之心是好事，但他觉得秦守义绝不是那种心怀不轨的人。刘田本想继续争辩，但看到母亲为债务问题而焦头烂额的背影，还是把话咽了下去。为了不让母亲操心，刘田只能继续忍受秦守义的骚扰。可他万万想不到，自己的沉默将给他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。由于摊位租金涨价，债主催债频繁，家里的经济情况是雪上加霜。刘田打算在没上课的时候进城找份工作，以减轻母亲的负担。于是他在同村青年张璐的帮助下，独自来到了城里。然而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刘田四处奔走，跑遍了大半个城市，却始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他灰心丧气地回到学校，远远看到几个人正在布告栏前讨论着什么。他走上前一看，是当地高级酒店的一份招聘信息。看着信息里的工作内容和薪资待遇，刘田顿时心动不已。可这个工作的竞争却非常激烈，每个班级只有1个招收名额。这时同学又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，这个酒店是秦守义负责联系的，只要和他搞好关系，得到这份工作也不是什么难事。而说曹操就到，秦守义正好从旁路过，并以有事交代为由，把刘田叫去了办公室。此时刘田还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已经踏入到秦守义精心布置的陷阱中。秦守义知道刘田很想得到这份实习工作，便再次强调这次的人选由他把关，能否录用就是他一句话的事。他将身体紧贴着刘田，话中透出的暗示已十分明了。刘田顿时踌躇不已，他不想失去这个机会，可也不想受到秦守义的摆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件让他万分害怕的事情发生了。秦守义竟把黑手伸向了妹妹刘鑫，开始私下里辅导刘鑫的礼仪动作。刘田为了保护妹妹，只能无奈接受了秦守义提出的指导。他哆哆嗦嗦地举起托盘，可当秦守义碰到他的手时，恐惧瞬间让他丧失了力气，托盘摔到了地上，酒杯也碎落满地。就在这时，张璐和刘鑫推门而入，带来了家中突发的噩耗。刘母在卖水果时遭遇意外，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刘田顾不上其他，立马向医院赶去。经过治疗，刘母的伤势已无大碍，稍加调理便可出院。可母亲的这场意外却更坚定了刘田为家里分担压力的决心。为了让母亲宽心，刘田将酒店招聘实习生的消息告诉了刘母。刘母顿时喜出望外，全然没有注意到女儿脸上隐藏的愁容。而自从发现秦守义接近妹妹后，刘田就开始告诫刘鑫远离秦守义。但天真浪漫的刘鑫却丝毫不放在心上，这也为他之后的遭遇埋下了隐患。而就在这时，秦守义突然来到姐妹俩的宿舍，告诉刘田自己已经将实习名额留给了他，他只需要走个面试流程即可。刘田内心暗喜，可秦守义却需要他放学后到他寝室试一试酒店制服的尺码，顺便也了解下面试的细节。刘田闻言又面露难色，他知道秦守义很有可能图谋不轨，便开始打起了退堂鼓。而秦守义见刘田犹豫不决，便表示可以让刘鑫来代替刘田试衣服，这显然是在威胁刘田。为了保护妹妹，
刘田最终只能答应秦守义的要求，可他不知道，这一趟竟直接将他的人生推入深渊地狱。秦守义期盼这个时刻已久，只见他将一包迷药倒入矿泉水中后，就开始耐心地等待着刘田的到来。没多久，刘田就如约而至。秦守义很自然地拿出那瓶加了迷药的水，想让刘田喝，但警惕的刘田以口不可为由拒绝了。秦守义闻言也不着急，让刘田先换上制服，而换上酒店制服的刘田更是让他色心四起，开始想方设法让刘田喝水。秦守义先是讲解面试的详细流程，刘田则认真地做着笔记，听着秦守义绘声绘色的解说，刘田慢慢忘记了戒备。期间，秦守义还故意拿出一瓶水，在刘田面前喝了起来，而这也让刘田彻底放松了警惕。口渴的时候，他习惯性的就拿起矿泉水喝了起来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随即昏睡了过去。抚摸着刘田的面庞，秦守义露出了无比愉悦的表情。他兴奋地将刘田抱到床上，将门关掉后，就开始了他的禽兽行为。当刘田睁开双眼，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后，瞬间崩溃绝望。流氓，臭流氓！面对刘田的反应，秦守义似乎早有准备，马上告诉刘田实习的事会帮他安排。但刘田不肯妥协，痛骂秦守义是强奸犯，并叫喊着要去报警。可秦守义却是有恃无恐，认为村里的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那刘田这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如就此坦然接受，并保证会让刘田成为酒店的正式员工。秦守义试图威逼利诱让刘田就范，不料刘田仍坚持要报警，直到秦守义丢出了他的另一张底牌。我还是觉着你妹妹的性格更好一点，我想我可以让你妹妹破格去实习。听到秦守义又要对妹妹动手，刘田最终选择了隐忍，只能回到宿舍，不停地用热水冲刷自己的身体。可刘田不知道，自己的厄运还远未结束。为了躲避秦守义，刘田向学校请假，并帮助母亲打理水果摊的生意。怎奈该来的终究躲不掉，秦守义竟主动来到家中看望刘母。刘母和刘鑫都笑脸相迎，只有刘田在一旁沉默不语。刘母察觉到女儿近期状态不对，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刘田的床前询问。刘田不敢说出实情，只能随便找理由敷衍了过去。刘母也没再多想，还让刘田在面试时给秦守义带点水果作为谢礼。很快，面试的日子到了，看着曾经憧憬的酒店制服，刘田此时却只有满腔的厌恶。但为了这个家，他只能强忍愤恨，让好友张璐陪着前往面试地点。临走时，刘鑫走了上来，让姐姐带上送给秦守义的水果，但刘田却气不打一处来，将水果摔在地上后愤然离去。由于走得匆忙，刘田竟忘记带上酒店制服了。刘母赶忙让刘鑫带上制服，连同水果一同给姐姐送去。而刘鑫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前方竟有个噩梦也在等着他。到达面试的酒店后，刘田让张璐在大厅等候，随后他便战战兢兢地敲响了房门。秦守义嚣张得意的脸随即出现在了眼前。负责面试的酒店经理还未到，秦守义让刘田进房等。可当刘田一进房间，秦守义就马上关上了门，并一脸坏笑地向刘田逼近，想再和刘田来一次亲密接触。慌乱之下，刘田冲进了洗手间里，并将门反锁，暂时将秦守义挡在了门外。此刻恐惧充满了刘田的内心，他慌忙给大厅的张璐打去求救电话。很快，张璐就冲进房间，把刘田带走了。而当张璐知道刘田的遭遇后，是瞬间怒火中烧，想拉刘田去报警，可刘田却还是迟疑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张璐的母亲骑车经过，将妹妹刘鑫来送制服的事告诉了刘田。两人顿感不妙，又往回赶。他们不知道，此时的刘鑫已经掉入到恶魔的陷阱中。先前秦守义看着刘田从眼皮底下逃走的时候，一股怒火已是直冲脑门。而恰在那个时候，帮姐姐送制服的刘鑫也赶到了酒店。秦守义见走了姐姐刘田，便把目标转向了妹妹，让刘鑫跟他上楼。此时刘鑫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正一步步踏入色魔的陷阱。在房间门口，秦守义谎称刘田迟迟没有出现，再这样下去必定无法通过。如今之计，唯有让刘鑫换上制服，代替刘田参加这场面试。刘鑫闻言顿时心急如焚，只能听从秦守义的建议，
进入了房间。而赶到酒店的刘田两人却发现房间里已是空无一人。原来刘田离开后，狡诈的秦守义竟临时换了房间。两人冲到前台想查秦守义的房间号，可前台人员出于工作规定，却不肯透露客人的入住信息。时间紧迫，两人来不及想其他的办法，只能一间一间的敲门。而此时的秦守义正隔着玻璃凝视着正在更换制服的刘鑫。他用双手在空气中描绘出猎物的身姿，想象着这个身姿开始挣扎尖叫，刺激着他的每一寸神经。当看到换上制服的刘鑫后，秦守义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，马上以整理肩膀为由让刘鑫转身，紧跟着就趁机将身体紧紧贴住刘鑫。当刘鑫发现不对劲时，却为时已晚，秦守义将他压在了床上。刘鑫拼命地反抗着，但柔弱的他根本抵不过男人的力气。而此时房外的走廊里，刘田和张璐正奋力寻找，叫喊着。听到动静的秦守义终于紧张了，慌忙用力捂住刘鑫的嘴，但却被咬伤了手。愤怒的秦守义直接顺势将刘鑫一巴掌打晕了。可刘鑫之前的挣扎声还是让秦守义暴露了。房外的刘田已经隐约捕捉到了妹妹的呼救声，于是便开始拼命敲打秦守义所在的房间门。在服务员的帮助下，刘田二人终于打开了房门，将刘鑫救了出去。秦守义的阴谋也彻底失败了。经历了这一劫难，一家人的情绪都低落到了极点。刘鑫想让姐姐去报警，但刘田却始终不肯点头，他怕一家人从此成为全村的笑柄。此时刘母在姐妹俩身后正默默地洗着衣服，尽管一言不发，但她的脸早已因为愤怒和悲痛而扭曲。姐妹俩走近一看，发现母亲的手竟已经搓出了血。刘母抬起泪痕遍布的脸，孩子，走，干嘛走？去哪儿啊，妈？报警！走走走！伤心欲绝的刘母没有选择隐忍，而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，为女儿讨回公道。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立案，逮捕了秦守义这个披着羊皮的狼。秦守义对姐妹俩的行为都构成了强奸罪。作为一名老师，他非但没有尽到教书育人的义务，没有遵循爱护学生的师德，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职务之便，将魔爪伸向自己的学生，其行为必将遭人唾弃，而等待秦守义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